长月家一大早就非常热闹，害怕牡丹再次遇袭，兵马非要在宅邸内外全都贴上密制防狼符咒，遭到了长月家副丧神的强烈反对。房子周围霞早就布下了结界，根本不用担心入侵好吗？然而他还是失望了一步，房子外已经被兵马贴了一圈了。比起这个，便更担心出差的霞和雨之，他们要去的地方可不安全。这次出差齐老爷子也在，他们已经有16年没见了，双方叙了几句酒，脸色皆凝重了不少，只希望他们一会儿还有力气出去。这是他们第2次来见他，上次吃了不少苦头。首先有提防的就是对方奇袭似的见面问候，3个人所在的地方被一圈盔甲严密包围，一把武士刀从盔甲的缝隙中直直插入。齐老爷子用手环打掉了武士刀，抱怨对方不要每次都这么迎接客人。紧接着周围的盔甲墙渐渐消失，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正是金村3大副丧神之一的卦。上次来见卦的是长月家的替和杰，两人被卦的问候方式气得不轻，直接全面开战了。卦表示那3场玩得挺高兴，这次就选他们来解闷了。齐老爷子无奈但也没办法，当初的赛眼家将卦关在这里，条件就是让他可以随意指定人选进来陪他玩，中午装卦。据赛眼文献记载，出现于江户时代，当初人们看重其战斗力，将其批为特例，后恐受其威胁，将之封印于玉元副丧神斋所创的结界中。这次叫他们来主要是听了传闻，说齐家孙子借住在了长月家，接着斋拿出好酒让他们好好说道这件事，这几天都别想离开了。卦的恐怖之处就在于，一旦被他血纹解闷对象，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失去自由。得知只是为了将兵马送去做矫正训练的，卦的神色轻松了不少，但仍旧提醒他们当心。不管内情如何，他们都在牡丹身边安插了第三者，不可动长月牡丹。这条不成文的规定，长月家的副丧神最应该明白是什么意思。牡丹的体质对人和副丧神都有益，因此他不可以偏向任何一方。但如今兵马到了牡丹身边，必定有人会想是赛眼的首领与照管牡丹副丧神同谋，派出手下一头笼络牡丹，日此必将有事发生。于之也想向各方势力解释清楚，但又忌惮各方势力因争抢牡丹而爆发战争，而且已经有人想先下手为强了。三人边喝边聊，醉得七扭八歪。卦见问的差不多了，就让斋站去休息。斋问他不问清楚真的好吗？对方明显对他有所隐瞒，可偏偏卦是个绝对中立乐子人，明知道有风险也要将义务放置于长月家。他倒是对此事要如何发展非常感兴趣。兵马正在替的强力斥责下回收宅邸周围的护符，这种东西对通灵体质的人也会有影响，可能会害得牡丹不舒服。兵马觉得奇怪，与长月家有仇的副丧神势必会抓牡丹作为人质，但他们却对此毫不防备。如果不是对自己设下的防御足够自信，那么就是牡丹本身具有某种不被需要保护的条件。而就在兵马收回第3张符的时候，就突然发现了不对劲。兵马看着手里被烧断的符，心中了然，符咒启动过，但却被破解了。与此同时，2个副丧神出现在兵马身后，问符是不是他贴的。这符咒不是这边惯用的类型，说明贴符的人应该是个最近才来的外人。难道就是他们要找的齐家人？既然知道他的名字，兵马就知道他们肯定已经打探过长月家的动向了，对方很有可能也是个同族猎人有仇，想要伺机报复。这种人越多，牡丹的处境就越危险。兵马灵机一动，义正言辞地说他们认错人了，他只是接到群众举报后来处理结界的政府人员，当场反客为主告辞离开，把2个副丧神都整不会了。过了几秒才反应过来，一般人根本不知道结界啊！擦肩而过的瞬间，兵马就已经把旗子印盖在了紫毛身上，箭步上前打算活捉白毛。没想到在拳头即将击中的瞬间，白毛的脑袋突然像扇子一样折叠了起来。白毛哈哈一笑，兵马犯了2个错误，一是对他奇袭失效，二是误以为解决了他的同伴。下一秒，原本以为被解决的紫毛突然出现，一拳正中兵马脸部，将其击飞数十米。接回来之后，发现房子周围贴满了符咒，想替询情况是兵马贴的之后，就打算帮忙擦屁股来回报兵马之前救牡丹的恩情，却没想到兵马的电话打不通，而地上出现了被烧毁的符咒。白毛将兵马在桥洞下严刑逼供，兵马还以为他们是想要得到同族猎人的把柄，于是打死都不肯说。白毛更是气得不轻，还以为他是在装傻，非要兵马说出他混进长月镇的目的。是不是齐家也想那个神灵附体者的力量？如果真的是同族猎人将牡丹卖给了齐家，就是齐家先坏了规矩，那他们就能放心大胆地展开长月争夺战。兵马啥？难道我不是来相亲的吗？别打了，这傻孩子真的啥也不知道啊！兵马一拳打退白毛，并用符咒断掉了企图攻击紫毛的一条手臂，认定白毛是故意说这种话引诱他露出破绽。副丧神的胡言乱语没必要听，既然他们盯上了牡丹，就别想全身而退。只是杰赶到现场，其实兵马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他只是来长月家做客的。他们要是再打下去，问题可就大了。白毛答应收手，而白了一顿揍的兵马还不能对付人家。山河卦是负责内部调查活动情报的特例，他们受人雇佣来打探兵马的底细，如今只能承认他们修行的借口。况且已经有人在暗处盯他们好久了。今天的事闪不会道歉，但他提醒兵马，委托的打听这事的还有副丧神，他们已经被盯上了，小心没露出破绽。事情解决了，兵马越想越气，白了打还没打回来，杰无奈的让兵马先去休息，剩余的符由他回收。回想起山说的话，兵马意识到牡丹的身份或许没那么简单，与之从挂那回来简直身心俱疲，得知山过来找过兵马麻烦也没太多惊讶。就在这时，屋内传来争吵声，为了更多了解牡丹，兵马对牡丹发出了约会
邀请，结果被牡丹狠狠推了一场。苦逼大学生正在赶论文，根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呀，说着就火急火燎跑出了门。其实兵马只是想问问山所说的神灵附体指是什么意思。如果牡丹拥有吸引什么非人之物的因素，那他作为赛眼就应该好好保护牡丹，毕竟是未来姑爷，而且这事早晚都要说。于之表示说可以，但兵马要先和他约个会。于是一脸猜测的兵马被时髦大姐姐牵着走在街上，觉得自己已经脏了。然而两个人假扮成情侣，只是为了来跟踪牡丹。于之想兵马先了解一下牡丹所处的世界。长月家内设有狭的结界，结界遮蔽了很多东西，但是到了宅院外，兵马只要稍微一集中精神，就能感受到无数双富上身的眼睛正紧紧盯着牡丹。兵马着急的想要冲上去，被与之眼疾手快的捂住嘴。他们只是静静的看着而已，并不会出手。魏丹早已注意到了这些视线，并且习以为常，这对于牡丹来说是日常风景。他们父丧神是西人附身在器物上诞生的，原本的西人指的是由异界来访祝福的神明，有人认为父丧神是受西人祝福的一种状态，有人则进一步想将西人的容器换成人类会怎么样。西人作为消耗品带来的力量都如此强大，如果附身于人，说不定会拥有无尽之力。然后真的有人付诸了实践，所谓神灵附体者即神降生于人。牡丹的体内和父丧神一样存在着西人，虽然尚未觉醒，但知道此事的者还是纷纷企图从牡丹那里不知是否存在的天赐恩惠中获益。如果有人为此接近牡丹，势必招来混乱，所以人和父丧神之间有一条共同的规则，不可动长月牡丹，所以他们只是在周围垂涎静观，但围绕牡丹的周围争夺战却从未停止。兵马这一下明白了山之前说话的意思，但面色不善的质问与之，难道他们待在牡丹身边，难道就毫无恶念吗？牡丹从小就表现得异于常人的模样，据老师反映，他经常会站着不动望向远处，每当这个时候，他身边的孩子就会开始害怕，说有好多东西在往这边看。牡丹总是给人一种难以接近的感觉。对于兵马的问题，与之只觉得荒唐。为了等那条规矩传开，最初的3年里，牡丹甚至不可以离开宅邸。等好不容易能够出门，对父丧神气息敏感的孩子们都躲着牡丹，大人们也都开始厌恶他。会接近牡丹的只有垂涎吸人之力的人类或者怪物。长远之的父丧神一直在守望着他。牡丹为了让自己不在意周围的气息，花费了数年，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和朋友展露笑颜，不知道付出了多少努力，这些他都看在眼里。与之可以坦坦荡荡地告诉兵马，他们对于牡丹没有一丝一毫的邪念。见兵马还是不信，与之笑眯眯地搬出齐老爷子要打小报告，他们兵马会怎么办？既然知道了牡丹的事另有隐情，要是觉得麻烦，离开他们也不反对。兵马丝毫没有这个想法，不说现在回去会被剥夺赛眼资格，而是他已经下定决心保护牡丹到底了。不听的进感动得哇哇大哭，不愧是牡丹未来的夫婿，实在是太靠谱了。3个人争吵中丝毫没有注意到教完论文的小牡丹已经回来了，正巧撞见他们的跟踪现场。于之赶紧向牡丹解释。兵马问进牡丹的父母呢？肯帮他的亲人一个也没有吗？经表示他们不知道牡丹的父母，刚来就是牡丹的爷爷在照顾他。也有人放心不下登门拜访，但伸出的援手从未触及到牡丹。虽然心中的伤痛仍未抚平，但牡丹却仍旧坚强。得知与之把自己的过去都告诉兵马之后，长月害羞不已，毕竟在正常人看来，他那更像是中二病。又想起来出门前自己好像给了兵马一巴掌，记得赶紧对兵马道歉。他害怕兵马听了他的过去之后会害怕他，却没想到兵马当场给他来了个直男的肯定。他能不畏苦难，身心成长得如此健康，实在是让人佩服。牡丹愣住了，听说了他这事之后，第一次有人是这样的反应，他真的很开心。少女的笑颜让直男都心动不已。看着被父丧神围绕着的牡丹，兵马似乎看到了他的哥哥姐姐。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了长月家的羁绊。